都说年少不懂吕太后，读懂已是伤心人。大家闺秀的黑化之路，一口气带你看懂中国历史上那个最狠的千古毒后。都说每一个绝情女人的背后都有一个让她彻底失望的男人。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无冕女皇，不是帝王，却被列入史记。她深知女人不恨江山不稳，与唐朝的武则天共同起名为吕武。她勤政爱民，实行无为而治，为后来的榜一大哥汉武帝刘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然而世人却只记住了他的心狠手辣、丧心病狂。他杀功臣，灭政敌，对情敌戚夫人更是心狠手辣、丧心病狂，将情敌的手脚废掉，挖掉眼睛，做成人质。这种手段令人后背发凉，不寒而栗。他掌权15年，却背负骂名2000余年。然而他真的有那么恶毒吗？如果不是生活所迫，谁会愿意从一个纯真无邪、温顺善良的乖乖女，变成一个蛇蝎心肠、权欲熏心的千古第一毒后？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回到2000年前的那个初夏，一口气看懂千古第一毒后吕雉的一生。吕雉，当郡单父县人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单县。关于吕雉和刘邦的故事，一切还得从一场吃席说起。在秦末天下大乱，吕雉的父亲为躲避仇家的追杀，便带着妻儿老小逃到江苏沛县。吕公和县令关系很好，为了欢迎吕公的到来，县令给他办了一场风光的接风宴。这个宴会挺有意思的，谁给的贺礼多，谁就可以做主桌。贺礼不足1000钱呢，就只能在堂下坐了。就在这时，身无分文、一身地痞无赖气的刘邦闯了进来，并且大声喊道：“刘季出1万钱！”这一举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吕公见刘邦气宇不凡，将来定是个不凡人物，于是便请他坐在了首位，而且还不顾所有人的反对，当场就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个比吕雉大15岁，还带着一个私生子的中年大叔。其实吕公也是迫不得已，当时他们背井离乡，虽然自己颇有家资，但是仍然要在沛县找一个靠山来保障自家的安危。而刘邦虽然只是泗水亭的亭长，但他在沛县却小有名气，虽是一个无赖，但却生性豪爽，有许多朋友。这样的人基本都不是等闲之辈。吕公想要立足沛县与刘邦交好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为了更加保险，他又将二女儿嫁给了刘邦的另一个兄弟，这个人就是后来鸿门宴时出面营救刘邦的樊哙。一个不到20岁的妙龄少女嫁给了大他15岁的大龄剩男，而且这位大叔的身边还有一位未婚生育的儿子刘肥，其中滋味大家可以自行品尝。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，在刘邦发迹之前，吕雉对这个刘肥没有任何苛刻之举，反而对他爱护有加，这一点实属不易。婚后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，从小习惯了锦衣玉食的他，如今却要面对清贫的生活。而刘邦却终日游手好闲，与一群酒肉朋友混在一起，常常是夜不归宿，骗吃骗喝，完全没有承担起家庭的责任。在一次押送劳役去骊山修秦陵的途中，身为亭长的刘邦喝醉了酒，让不少劳役给跑了。自知闯下大祸的刘邦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带着剩下的人躲到了芒砀山。刘邦虽然一走了之，但吕雉却因此牵连入狱。因模样生得好，那些看守的小吏见色起意，多番调戏于她。但即使在狱中这么被折磨，吕雉也没有把她老公供出来。好在没多久就被人救了出来。出来后，吕雉对刘邦的不辞而别并没有怨言，相反，她还常常长途跋涉，为刘邦送去食物和衣物，甚至在这期间还为他生下了一儿一女，及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元长公主。此后，吕雉又被项羽的楚军抓获，成了项羽的俘虏，被项羽当成了人质，丢进了大牢，开始了长达28个月的阶下囚生涯，直到公元前203年楚汉议和后才被释放。这时候的刘邦的事业已经越搞越大，在公元前206年，甚至还被项羽封为汉王。历经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回到刘邦身边，吕雉以为刘邦肯定会对她加倍疼爱来弥补这些年的亏欠。然而她却发现丈夫早已移情别恋，此时她的身边早已经有了戚夫人。这个戚夫人年轻漂亮，身材婀娜多姿，她的为人跟她的名字一样，是个很会欺负人的主。可怜的吕雉
不但没有得到刘邦的补偿，反而嫌弃他年老色衰，往往出征在外都带着戚夫人常伴在身。要说这个刘邦，他虽然是个不称职的儿子、不称职的丈夫、不称职的父亲，但在收复人心、夺取天下，他却非常称职。公元前202年1月，刘邦的汉军与项羽的楚军与垓下展开决战，项羽最后霸王别姬，自刎于乌江。随后，刘邦在长安称帝，建立了大汉王朝，史称西汉。称帝后的刘邦对戚夫人的宠爱依旧不减，对吕雉则是爱答不理。此时人老珠黄的吕雉备受冷落，渐渐的，他也放弃了对刘邦的所有幻想，开始追逐自己的权利，并将全部的心血倾注在照顾太子上，为以后继承刘氏江山做着准备。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贪得无厌的戚夫人不仅独自霸占了刘邦的宠爱，还将野心延伸到了太子的宝座之上。在和刘邦相处的时间里，他多次在刘邦面前哭诉，要求立自己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。刘邦一开始并未同意换太子，但经不住戚夫人的苦苦哀求，看着身边美丽娇艳的美人，刘邦彻底抛弃了曾经与他同甘共苦、共同度过青春岁月的吕雉。公元前197年，他以太子刘盈性格过于温和，不像自己为借口，想要废长立幼，改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新的太子。而这就彻底触碰到了吕雉内心深处的最后一道底线。面对刘邦的薄情寡义，一直安稳度日的吕后此刻也终于开始了反击。他知道刘邦一直有一个心病，那就是韩信、彭越、英布这些有功之臣。刘邦为了能打败项羽，赢得天下，是因为当时给了这些有能力的人画了一张大饼，许诺他们打赢后会共享天下。吕雉最懂刘邦，他表面大度实际，心怀猜忌，不愿与诸王共分天下。他当然希望这天下只属于他老刘家的。他趁刘邦外出征战英布叛乱之际，开始内外联合震慑立威。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已经被废为淮阴侯的韩信，与萧何联手设下一个圈套，成功除掉了韩信，从而瞬间震慑了其他功臣。为了保住自己儿子的太子之位，他派人劫持了张良。在吕雉的逼迫下，张良不得不献计，从而请下了刘邦十分重视的商山4号来辅佐太子。见到自己怎么请都请不动的商山4号，此刻竟然站在了太子这边，刘邦大为吃惊。这时候大臣们也纷纷反对刘邦非废长立幼，看见太子羽翼已丰，难以撼动。从此之后，刘邦再也没有提过废立太子之事，儿子的储君之位坐稳了。吕雉也借此机会逐步接近权力的核心，成为汉决策集团中的重要一员。在刘邦称帝的8年时间里，他作为刘邦的得力助手，平叛乱，打击割据势力，为巩固汉朝的统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并为他日后掌权做了充分准备。公元前195年，刘邦彻底平定英布的叛乱，但是他也在这次平叛中第2次受到致命箭伤。不久之后，刘邦病逝，吕雉在刘邦死后的4天里密不发丧，并计划将所有的功臣全部铲除。然而在郦商的劝说下，吕雉最终放弃了这个残忍的计划。随后太子刘盈即位，吕雉开始掌握朝政大权，成为汉王朝的实际统治者。然而他登顶权力巅峰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对刘邦曾经宠爱过的妃嫔们展开疯狂的报复。他下令将戚夫人幽禁在永巷，剃光了他引以为傲的秀丽长发，戴上沉重的铁圈，整日推着沉重的磨盘，做着苦役。然而这个戚夫人也是分不清3七21的主，竟然一边推磨一边大声嘲笑道：子为王，母为鲁，终日春薄暮，常与死为伍，相离3000里，当谁使告汝？翻译过来就是我亲爱的儿子，你贵为赵王，而你的母亲却成了奴隶，整日春米，一直到日落西山，常常在生死边沿徘徊。我们相隔3000里之遥，该让谁去告诉你这一切，让你了解真实的情况呢？吕雉听后，怒火瞬间如狂风骤雨般爆发。就在那年的12月，他果断地派人杀死了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。对于戚夫人，吕雉更是施以极刑，他斩去了戚夫人的手脚，又用滚烫的铜水直灌其双耳，使其丧失的听力。
更残忍的是，吕雉割去了戚夫人的舌头，让她再也无法发出声音。随后，这具惨不忍睹的躯体被丢入窨缸之中，掏尽了茅厕。这种恐怖的行径被世人称为人彘。为了锻炼皇帝坚韧的性格，吕雉竟然又叫儿子刘盈来一起观看。从未见过如此恐怖场面的刘盈顿时失声痛哭道：“此等行为绝非人所能为。而臣虽是母后的亲生儿子，身居天子之位，但内心深感无力治理天下。这天下之事，还是由母亲来主持为好。”在之后7年的时间里，皇帝刘盈始终都笼罩在母亲的强权之下，惶恐不安。公元前188年，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忧郁之情的刘盈最终病逝。吕雉随即立太子刘公为帝，并亲自临朝称制，行使皇帝的职权，成为了中国太后专权的第一人。朝廷内外皆被吕氏一族所掌控，从而也开启了汉朝外戚专权的先河。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威，在采取无为而治的同时，他还公然打破了刘邦非刘氏而亡，天下共击之的盟约。2年后，儿子刘公因为说错一句话，不仅被废除了皇位，还丢了性命。吕雉便再次改立常山王刘宏为皇帝。吕雉一系列的所作所为，引起了刘氏宗族内部以及朝廷中众多大臣的极大不满和激烈反对。公元前180年，吕雉病入膏肓，但他在临终前仍不忘巩固吕氏的统治地位。他不仅将掌握军政大权的要职悉数安排给吕氏一族，还叮嘱他们解握军权，切勿离开皇宫为自己送葬，以防被敌人趁虚而入。不久后，62岁的吕雉病逝，与刘邦合葬在长陵。吕雉去世后，刘氏皇族集团与吕氏外戚集团之间的流血斗争迅速爆发，齐王刘襄率先发难，陈平、周勃等朝中重臣响应于内，共同对抗吕氏势力。最终战斗以皇族集团的胜利告终。由于吕氏外戚的前车之鉴，众臣决定拥立一个娘家势力最弱、血脉纯正的代王刘恒为帝。刘恒，也就是后来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。冰冻3尺，绝非一日之寒。一个人的性格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。我想，如果给吕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他可能还是想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大家闺秀。然而无奈的生活却将他一步步推向了冷酷无情的境地。吕雉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、第一位皇太后，她的功与过、是与非，也将由2000年后的您来评说。